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EZ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韦德。我是万山。我跟你讲，就是这么的 life， 因为我们刚刚得知昨天 Wilson， 因为 Wilson 最近住我们家，但是他昨天就睡在他要跟我们另外一个同事住。那他原本就住在那个东区的某一间，他就是日租套房，他们有租了一个礼拜左右的 Airbnb。然后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他会来台北要住？原因是我又要讲到之前，因为之前台中气爆，星光3月爆炸了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在那边上班，所以很多精品都把台中的同事可以往台北或是台南、高雄的移动。那 Wilson 就选来台北工作，那有补助他住宿等等的，所以因此他就住在台北，流浪在外面。对，但是他昨天发生了一个超级精彩的故事，我觉得一定要大家赶快来听听看，然后立刻就是怎么样？现在立刻就跟大家分享，是不是？对，立刻讲，完全没有 say。好，因为大家就知道说我们很常分享鬼故事嘛，对不对？那有本身没有，这是第二次。第二次吗？还有我自己的那个 podcast。然后有本身我自己的体质就是比较敏感一点点。怎样敏感？因为你是公庙男孩啊。谢谢。你家里都是开公庙。但是我没有像我哥，就是他是完全非常明显，他打开门可能就可以马上看到，或是整个形体那种。对，他就可以看到。那像我就是后知后觉型的，所以我都是要等到有一点侵略性的时候才会发现这样。可是他已经侵略你，真的超侵略的。我侵略到刚刚来之后，叫你们把门都给我打开，我要用冲的进来。刚刚 Wilson 有多害怕？因为他今天一整天心神不宁，甚至要来我们家睡的时候，他就说，他叫我说 ，Easy， 你等一下要把楼下的大门给打开，然后我们家的那个铁门也都打开，他等一下直接冲进来，不能有阻碍的方式，全部都要赶快冲到我家来。不是因为我觉得这次蛮可怕，是因为他后劲，因为之前我们之前去嘉义有没有，就结束后我们出来，对，之后好像就没有什么后遗症。然后包括我这次上班的时候，我中间就是可能不看，就是休息的时候不小心睡着，我还是持续在做噩梦。好，你说在上班的时候睡着，还是在做噩梦？就吃饭的时候。我们来正式的来讲一下，昨天 Wilson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？那因为 Wilson， 我先帮你铺一个层，不然太临时了，大家可能不知道状况。在昨天的部分呢 ，Wilson 跟我们另外一个同事本来就是已经租好一个日租套房要住进去了。那昨天晚上因为工作太晚了，他们就正式的第一天住到东区，他们刚好就是刚签完约的一个日租套房，要住1个礼拜左右的时间。结果晚上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？来，宝洁，我们看下去。结果呢，我们就进去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开始做我们的工作嘛，就是一些日常的订货什么的。因为你们台中店要重新再开一个 Papa Store， 要做一个 Papa Store， 所以我们要订一下货。然后订完货大概已经2点多了一点点之后，那时候其实已经真的有一点累了。凌晨2点多。对，那时候我其实突然间也是觉得，好想睡哦。然后我就想说，那我小睡一下好了，然后让我同事先去洗澡。那就在他要进去洗澡，这个门刚关起来的时候，我刚好的动作是抱着那边不要这样转，所以说就是等一下我重新 repeat 一次，他准备要进去洗澡，准备要关门的那一刻，你也同时准备要抱着一个棉被，准备要入睡的一个姿势，要睡，两个同步的那个 moment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声音合上跟这个动作在沙发，我就突然被一个影子这样子压制住。哦，你说你在睡觉的时候，就是准备转过去的那一刻，会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直接压在你身上。对，因为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在做一件事就会有余光嘛，然后那余光就是一个黑黑的影子，这样就跟着你一起那个动作一直这样，然后都有点像是那个叫什么，那个什么棉巴达还是什么？什么啦？就是你就觉得你突然被一个棉被盖住的感觉。哦，对，然后那个一盖住那个所有声音啊什么都是。变得好像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，与世隔绝的那个。对，然后我第一件事，因为太真实了，真实到我自己都会害怕。因为通常我们被压都是听到声音，可是你身体没办法动。可是这个是你也可以听到声音，可是你又可以感受到所有的触觉。会不会是有一点像戴上 AirPods？有一点，对，你形容的很好哎。然后就是那一刻，我觉得太害怕，所以就有那种往前爬的那个的感觉。我第一件事是这样爬嘛，就往前爬的时候，我的这一只脚就有东西这样 hold 住我，就这样拉住这样，然后我就在往这边再往前的时候，我就换我的手被拉住，所以你在移动的每一个四肢，忽然就是只要动一只，就有另外一个人抓住你的手，对，就是有一个东西抓住这样，然后这个触感太真实，然后后来是手抓住还是有个东西捆住的感觉？我觉得就是手吧，因为就是握住的感觉，可是那个握住也不是5只，就是你就觉得有的东西这样含住的感觉，盖住，就是有的东西这样拉住你，没有让你往前这样。对，好，然后你真的自己害怕。然后呢，就是我在手这个被 hold 住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就是整个世界宇宙，然后一直在呼喊，就是我们家的生命啊什么的，有一直叫。我跟你讲，我在害怕的时候，因为小时候我也常常做噩梦。我做噩梦的时候，我都会就是我们家是有那个观世音菩萨，就是以前在住天母家的时候，就有一尊观世音菩萨，然后我就会讲观世音菩萨救救我，或者什么那什么
为什么？南无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对，我会念这个，因为我们家是佛道教系列的，就是然后那时候就很蛮紧张，然后后来我就一直在喊嘛，然后我们这边是金鸡，我们就要叫金鸡。金鸡是招财不一样啊！突然撒出很多那个钱币，然后很多不是要撒这个可是我们家只有金鸡。我们也会有，我们蛮多人说我们家虽然是风水贵宝地啦，所以比较不会有什么奇怪的东西。对，然后后来就在一个瞬间，我就听到那个门这样咔咔就打开了，就我同事就好像洗完澡的声音，他就那你这个过程很久，其实应该蛮久的，可是我那个感觉好像只有一瞬间几秒钟，就是这样，然后跟害怕这样，然后后来他就叫了我名字之后，我就起来，但我记得我起来的动作是先摸我的脚，再摸我的手，我非常记得，就是我一直摸我的脚跟手，然后一看我的脚跟手。比如说他说看到你的那一刻，你在做这些事情，他说我一直叫。一直叫，他说他看到我一直叫，所以你叫我，你也感觉不到自己在叫，我知道我在叫，但是我是听不到我自己的叫声。对，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，你知道我小时候，因为我常常跟我每一年我们都回去扫墓，然后我们家住台东，然后我们有住在饭店，然后有一次是我跟我叔叔一起睡，我那时候可能是国小好像4、5年级而已吧，我叔叔大概就是30、40岁左右的一个年纪，我们那时候蛮好的，所以他就说我也是。会晚上睡到一半会坐起来，然后会大叫、会笑的那一种，然后就继续笑，但我完全没有感觉。小时候啦，但现在已经没有影响。我们大学也有这个传说，就是不是传说，是真的发生。我说那个好像是隔壁的室友有这件事情，就是他会突然坐起来，然后大笑，然后后来就是请他有先搬出去，因为会吓到其他的3个室友。那他也太可怜了吧？因为好像有请家长来。哦，对。结果来你们。今天因为毕竟这是我的体质，我不想影响人嘛。可是他就这样，而且你们也才刚签约。对，然后他就说，还是要退房吗？还是我说没关系。然后我那时候真的是紧张跟害怕，因为我没有这样过，就是这么真实过，所以我就拿那个皮夹，要拿我的那个护身符，然后就拿到手抖到一个不行，然后就说没事这样，然后他就说有那个，就是他那有就是那种什么。水晶，然后是我送他的水晶，他就把水晶拿出来，然后就把我的护身符啊，然后压脚巾拿出来这样放着，然后就去洗澡，然后就这样，我要去洗澡那一刻，然后我在照镜子的时候，我就看到那个余光就从那边看到有个影子这样，有一个影子，那你刚刚的表现好恐怖啊！就是这样出来一下这样，然后你有看到我就把门关起来，没有，就是一个影子，就是你知道那个余光，你都是会看到好像有个什么，没有脸，没有，就是一个影子，黑黑的影子这样，好像就在看，然后我就把门关起来，然后就赶快去洗澡。对，讲到这个影子，我想跟你讲一件题外话。你知道我每次可能在家里拜拜的时候，你不要，我在家里不要，现在请你不要讲这件事情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继续下一个。他们不让我讲，我就先算。然后呢，我们这边有那个就是神明护体。对，我讲的不是我们家啊。反正我就开始洗完澡，我们就睡了嘛。然后因为我在睡的过程中，因为我没有真的没有这样过，就是在把护身符拿出来的时候，我还会做噩梦。但是那个噩梦不是真实的，就是真的是噩梦。然后有些噩梦是很真实的，有些噩梦就是你知道，这是噩梦就起来之后就没有什么感觉。对，然后我就睡上下醒之后，我就看到我同事，然后就睡得很安稳这样。然后到早上的时候，你说你有睡觉的过程，你有做噩梦，然后你有起来，你有看一下你同事，就是那个女同事，她也睡得还 OK。我这样起来大概有3、4次哦。但你也是睡不好的，真的睡不好，因为。对，就是你知道那种3更半夜你不知道怎么办，然后你就是只能继续睡，然后你就觉得其实也还好，就是觉得现在这个空间感觉就是已经 OK 了，对，就是你把东西拿出来你就感觉 OK 了，好，就是至少这张床，结果是 OK 的，对，然后就这样嘛，然后后来到早上的时候就听到我同事在收行李的声音，他平常收行李都超慢的，还要我帮他收，但是他这次这样咔，然后就快收好了，他叫我去上班了这样，然后他说那要退房吗？我就说要退房吗？然后我就说好，要不然就看看先怎么样。对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他一整晚都没有睡。他说他看我睡得很安稳，但是我中间起来很多次，但我看他睡得很安稳。然后后来他讲了一个重点，就是他说我早上还要打他，然后还笑。跟我说超可怕的耶，我完全没有。你早上起来，你有打他一巴掌，就他说为什么要打他，然后笑这样。那他有打回去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就说，可是会不会你的画面跟我画面不一样？对，会不会你们起来的时候其实都是灵魂起来，肉体其实都还没有起来？不可能吧，太可怕了。你身上有没有伤？会不会其实他要打回来？不会啦。然后后来他就退啊，他就先走了，他就问我不要跟他先走。我想说，可是因为我那么早走，我不知道干嘛。可是等他房门一关的那一瞬，你就感觉这个空间里面
的感觉不一样了，所以我就快速收东西，一直收，然后我就用冲的出去，所以全部都收完，然后就直接走。对，我就把东西收，然后就赶快冲出去。所以你一个人收？对，而且我还打电话给我朋友说，快跟我聊天啊，然后他就跟我聊天这样，对。好，我讲完了。然后到现在，就是我到上班的时候，我还是有小睡一下，也是做噩梦。我觉得 Wilson 每次，而且你现在的状态是现在很热。Wilson 每次都会，像上次我们去嘉义的时候，他也是遇到了一个很离奇的事件，就是后来我们也在查那间饭店，其实有出过事情。然后其实有时候就觉得 Wilson 体质就是蛮特别的，我只能这样讲。而且我一下楼，我一上计程车，我就先收那一栋。你说上网去收那一栋？对，然后就果真我们是睡一晚嘛。我们那时候睡完也是一出来然后才收的。哦，对，就是嘉义的那个饭店，然后我们是睡了一个晚上。其实我完全没有感觉，因为我算是可能八字很重的人，就是没有我们那一间好像比较还好。对，然后他跟 Benson 还有采光好像不 Elvin 的那一间就比较。就是有发生一件事，我记得我们之前是不是有聊过这个问题？没有，之前的某集那个影片还是 podcast 有聊过，还是没有？因为那一间其实很特别，就是我都没有发现，是后来不是下去才发现的吗？对啊，就是他的房门是每一间都是开的。什么意思？你们不知道吗？他们上去，你们刚上去，我们不是 check in 的时候，不是一上去房门，那一整层的房门都是开的。有吗？没有啊。有啊，他们还去看别人房间呢，看房型呢。没有啊。有啊，就 Elvin 跟那个谁 Benson 他们都还。我们没注意到，我们没有注意到看到。那怎么门会关起来？门都是打开。为什么？应该都是关起来打开的吧？对啊。哦，对啊。但我没有注意到的时候，我没有注意到。好了，也是一个很精彩的小故事跟你们分享，不知道你们会选这种。会吗？你们会喜欢吗？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，然后看看也可以聊聊你们最近有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事情。只是因为刚刚 Wilson 太匆忙了，我觉得这就直接给他录一集，真的太想让大家知道了。好了，真的很可怕。这是新闻吗？那个家里附近发生的事情不要跟我们讲。我不会讲啊，因为那不恐怖，但是我一直都会觉得不用跟我们讲，就会觉得好。以上就是这个样子了。我觉得就是可能清明扫墓啦，我跟你讲，我4月也快到了，我最近也才刚去扫完墓。那有一些事情可能不知道，就是我觉得看到那个经验就是太有趣了，所以我立刻就要拍一集。你就会发现这个场景跟我们穿的衣服，跟我们甚至还边吃零食，真的就是很闲话家常的一个小故事，也分享给你们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明天要带Wilson去庙里走走。对啊，要去综合的那个庙走走，真的要，不然你可能今天就有人耍劲。好了，那影片到最后，也希望你们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同时也可以追踪 Wilson 的 WOWSON，然后还有 WEDWOD， 还有 EASY ISSOTBC 的 IG 3个都给它追踪起来。好，那我们影片下次见，拜拜。